我们那时也不懂什么是定位，也不懂什么是 business model， 然后很成功的一年我们亏满50千，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套用这形式进去，我的生意有没有可能把设计师也能出租出去？那个服务一推出，直接就爆了。我觉得是我们的公司的转折点。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属于自己的 in-house designer， 但是全马来西亚设计师都可以是我的 supply。我只是投入了去做这系统，我们已经花了接近1.5个 million。1.5个 million？ 对，你就是说就只是一个网站吧，我也是没有想过他真的花这样多钱的吧。COVID 我们重创也蛮重的，它是属于骨牌效应，我们是最后一片，founder是整间公司最后一个厂。如果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相信自己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很黑暗的了。一定会有方法，你的员工因为你的梦想一起进来，如果公司没有成长，他们的ceiling就在那。当你敢把第一个梦讲出来过后，你让更多人都相信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实现。本期节目由 TNT Co 赞助播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Tony，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嗨，大家好，我是 Tony Chua， 我是 Artist 设计师平台的创办人。那我们 Artist 平台呢，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以内去找到他理想的设计师。不管你是要外包也好，或者请 in-house 也好，只要你来到我们平台，我们有全马来西亚设计师任你挑选。Artist， 这样Tony Artist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公司创办是在2015年，但是我们是从一个 agency 转型变成一个 artist 平台。我们在2016年转型的，大概10年左右。对，来到今天是10年了。那么目前 Artist 规模大概是怎样呢？我们现在其实是有11个人的团队，我们 manage 全马来西亚18,000位设计师，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帮助 manage project 超过1000万马币。现在客户只要马上来我们平台里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做筛选，找到他理想的设计师了，就这么简单了。我很好奇啊，你的背景是什么？你大学是读什么呢？其实我本身就是做设计师，读设计的，所以我一毕业过后呢，就老老实实做设计做了4年。后来我就跳出来去做保险，因为那时我在想着，其实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我还可以 unlock 这样的一个 opportunity。因为做设计师，我那时做了4年过后，我发现，这4年里面我都困在一个 indoor 里面，对同样的同事，对同样的 suppliers， 对同样的项目，只是每次有不同的新项目。所以我在想，其实我人生中会不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所以那时候我就完全跳出来，找寻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做销售是跟设计是两码事，所以我就选了我觉得最难的销售就是卖保险了那时候，所以我就直接 quit 掉我4年的 job， 然后跳进保险业，在完全没有跟设计有关系的行业所以当然我也很庆幸我有进到这个领域了，让我见识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真的是有各式各类不一样的人因为保险我有办法接触到巴沙马拉的安迪昂哥，有办法接触到白领，有机会接触到很有钱的上市老板，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原来做销售跟人接触也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所以当做完保险过后，其实那时候我又做了一个决定，在2年内就跳出来。正式创业，跟我姐姐一起来创办了这个 Artist 这个平台。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其实纯粹是一个梦想吧，我要做老板。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算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面小康之家，然后长大，然后跟着大家流水线就是打工。其实做老板，我觉得感觉上是另外一种的人生里程碑。我就想当一次老板。当然了，我原来当了老板过后是这么难的。就是做了保险过后，可能就想要闯一下，去 try 看是不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这样子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当然我也是很投入了，就是说做设计的时候，我就很专注在做设计这个事情；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是很专注做好保险这个业务。我在2年里面，我已经做了他们的 top rookie， 我也去了法国，去了 Korean 的 trip， 所以我也觉得。做到自己的一个 achievement， 所以真正来去做创业的时候，我觉得那时他应该是讲，我不懂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东西。除了设计这个事情，做销售，我觉得好像没有一技之长，因为不像我做医生，医生就是有一个专业，做律师有一个专业，这样其实我自己的专业又是什么？因为我看回同行，其实我做设计也不是最厉害的那一个。这样我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感觉是做老板好像门槛比较低。感觉那时的梦想就是做老板了就出来了。OK， 那你 start 的时候，刚才前面提到嘛，一开始你是做一个 agency，
对。But after that， 2016年为什么会转型变成一个设计师的平台呢？对，我觉得是机缘巧合啦。因为那个概念就是说，早期我们出来纯粹想做老板而去创业的，所以创了业过一年内，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基本上亏完了。那时候我们其实我跟我姐姐，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啦，他也有投资一些钱，我们聚集了一个50千，开始一个设计公司。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传统模式，我觉得就是外面找 job， 然后我们请 in-house 来做。这个就所谓的，我们那时也不懂什么是定位，也不懂什么是 business model， 纯粹就是接多一点单，然后公司是自己的，那就是做老板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努力哦，我比我打工的时候还要努力，拜一到礼拜天做完，然后很成功的，一年我们亏完50千。这个那里不大对啊。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存在，直到钱烧完了，还发现到底自己在干嘛？因为自己每次都忙在每个的项目里面，所以发现不对路，我们已经亏完50千，这样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讨论过会不会回去打工。其实我们回去打工，我们都是 top sales 来的，我的收入一定会比做老板还要高。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要决定了。谁知道那时候 Uber 刚刚进来，就是我们那时候流行的 sharing economy， 就是共享零工经济。但是我就是在想，这个模式有没有可能套用在我们的 design industry 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做设计传统模式很难，是因为每一个都等报价，等很久，然后未必成交，然后客户就问价钱，问一大堆，然后 close 了一个大的客户，我的 in-house 能力又没有办法 delivery， 我请一些很厉害的设计师，但是我又养不起，没有大的 project 给他，所以我觉得是很双向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套用这形式进去，我的生意有没有可能把设计师也能出租出去？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胆粗粗就推出来一个 package， 叫做设计师出租服务。哇，那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的公司的转折点。那个服务一推出，直接就爆了。爆的概念其实就是原来市场上是有一群很小的 segment， 是很多公司都没有方案，因为我们是唯一的方案。就是有些好像大企业，他们其实是有 big season 的，但 big season 突然间要人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 outsource 一个个 project 谈的，因为他很赶，今天讲明天就要了，而且他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写得很细，所以很细的时候就说你要拿 quotation 就很难，所以我们就出租时间概念，我就出一天给你，我就租一天，今天下单，明天设计师就上你 office， 那设计师真的是在你公司里面，所以有些是直接租1个礼拜，有人租2天也可以。上次我也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例案，好像有个客户他是说，我的资料很多你可以叫你设计师过来吗？这个是一个我在做 design agency 的时候，一个我觉得很荒谬的 order。我觉得我设计师我in-house只有一个，我叫他过去你公司，这样我这边不是没有人的，所以那时那单我是没有成交到了。但是我回想回去，其实它就是同样一种属性，就是说市场上其实有跟我们讲他需要什么，只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框架，我们的产品定位没有办法去fulfill这样子一种 needs。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转折点就在，其实市场上是有一个空缺，是需要有设计师出租，以时间的算法来弥补他们的这一块。所以那边我们就直接翻盘了，我就直接把我的 agency 模式转型成平台。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属于自己的 in-house designer， 但是全马来西亚设计师都可以是我的 supply。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只调出来哪一个设计师的空。所以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一尝试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卖断货。那时候就是我已经 recruit 了一些设计师，他也理解了这个模式，我们每天都是sold out了，几乎那客户是要等的后天没有卖完了。那个但是星期4就放回出来了，你要不要？我们已经是安排去到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你们推出那一个就是现在 artist 的这个模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是一样。其实我们有enhance 那个版本，当初我们那个起点是一个爆品，就说这市场上是有空缺的，所以我们就正巧踩到这个，是幸运了，我只可以讲。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学什么课程，什么定位这不知道。总之是我推出这个配套，有很多客户想要。所以只是说我们那时接近做了1年多2年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客户还是有要求，可不可以用 project base 算法，或者我真的是要请 in-house 也没有可能，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一天天来算，好像做网站，好像做 branding， 它需要 research， 它需要一些时间去讨论的。所以慢慢衍生下来，我们发现这种量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后续就开始去衍生不一样的产品线。
所以设计师出租，我们也从以前的一天一天算，我们延伸到每个月去算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在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所谓的 lifetime value 站 business 角度了，就 lifetime value 更加长。因为以前我们的设计师出租，它有点像是 Panadol 的感觉，你今天不着火，你是不会着火的，对，但是你极久会着火一次，但是你是一定记得我，因为你一着火就只有我，但是我们定位是很明确的，所以慢慢的我们觉得，月租也行，月租反正就是说，其实现在也尤其是 MCO 过后，非常多的公司请不到 in house， 因为比较有能力的设计师他都不太做 full time 了，但是他们又需要有设计师帮忙，所以我们就有月租的形式，就把他们跟一些设计师做配对，他是每个月来算，但是不是 in house 的形式，有点像 contract。我发现其实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也是帮忙配对，只是说他有办法 recurring 这个事情会发生，就是每一个月的。就有点像收租这样子，我只要配对好一次，我们就收租。但是如果客户尝试了，你觉得不适合，这样我们就换人哦，大家也没有压力所以我们一直在产品线的延伸，在 fulfill 不一样的客户的 needs， 但是我们还是很 focus 在设计师这个事情上面多尼，我很好奇了，是在你们帮那些 business 去做配对吗？那配对这方面怎样去做呢？第一个就是你的人选一定要够多。很多时候，even though我自己本身我以前做 agency 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哎呦，我这个客户我接到一单做 property 的，他要很 luxury 的感觉，但是我一套就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是很喜欢画 comic 的，这样我要讲设好这个客户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配对跟 expectation 的不一样，所以其实配对这个事情，第一个大前提，你的人选一定要够多，你是有2选1，你一定是。你找到对的是很幸运的，只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说转介绍，我觉得很厉害的设计师不代表适合你所以为什么讲很烂的这个市场的设计师，其实你就只见了2个。所以其实我们概念现在我已经有18,000个设计师，你这万里挑一才那一个最适合你。当然可能下个礼拜他就不适合你了，也有可能那设计师不要接你的单因为设计师也是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在客户角度，自己要先理解你是什么样一个阶段你是那一种很有想法的老板，你只是需要有一个设计师可以把你的想法做出来就好，那你就找一些功力 skill set 非常好的设计师就好了，你就看他 portfolio 风格有一些老板是我就是有钱，但是我不懂要干嘛所以我需要有人可以引导我，跟甚至让我知道其实这个 market 应该要怎么做，应该选什么颜色比较好，这样可能你要请的是一些有经验跟他有办法去引导心理的所以但是如果你配多错误，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你会发现这种设计师会跟客户吵架，因为设计师有想法，老板又有想法，两边都很有想法是也没有对错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我们叫做 mismatching。 所以我们平台其实就是说我们去累积每一个设计师自己的地雷老板也有老板自己的地雷，只要大家不会撞到它，我觉得那就属于是一个 perfect measure。 当然我们被从一个最基础的像 resume profiling portfolio 这一种，这是第一层大家能够 filtering 的。当然第2层其实就是用后体验。我们以前出租设计师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笑的，那个设计师租了过后他跟我讲你们以后可以不要派我去有养猫的公司嘛，我是不可以跟猫一起做工的也有，所以每个人其实有自己的他拒绝你，他也可能有些很奇怪的原因。有些设计师我觉得他蛮不错的，但是我放给老板，他不怎么他霸我的客户讲，哇这个设计师很差嘞，为什么原来这个设计师是没有办法去跟一个老板做工的，他是玩 teamwork 的，他只是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助手，他一对一老板他会疯掉的所以这些都是零零舍舍，但是他是很人性化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单靠一些很表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讲设计行业是很竞争吗？它是非常的竞争，但是它也很公平。因为很像如果做 e-commerce 卖产品，它真的是很差异性很小，仅是在价钱上。但是在设计没有，设计它可以很便宜，它到 free 的，它也可以去得很贵，一个 logo 可以做5万，有人做50块，到底它差别性是在哪里其实很看双向他们的配合的一个 chemistry 出来了
我觉得第三的 matching 它是一种 chemistry 的发生了。前提也是要足够多的人选去筛选。对，这是第一点，不然你是没有什么好选的。OK， 那么Tony，我们回到你前面一点的那个时间线，在你创业初期，其实你有踩过哪一些坑，比如讲说比较惨痛的教训吗？一开始的可能是在股东室吧，一开始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伙伴，其实是在新加坡做工的，所以我们在开始RT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也有出力，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个可能性，就是他也去找不同的公司、不同的 agency 要不要这个服务，所以我们走下，也蛮不错的，做到一些业绩了，所以他by right 他应该回来马来西亚的，然后继续发挥，做得更大，但是突然间他那边又有情况，决定暂时也不要回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到底要 move on 还是不要 move on？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白纸黑字的，也没有真的是 shareholder agreement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也不懂成不成就先做吧，做了真的是有业绩再讲咯。所以只是说我们做的过程中，发现好像有一点业绩了，但是又还不完全能够让他放掉新加坡的收入这样过来，那这个尴尬的点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幸好那时候我觉得大家也 understanding 了，所以到最后我们也是以 install， 因为那时公司也没有很赚钱，所以就以 installment 的方式，就再把他的一些，其实我们也没有股份给他的，这是口头协议上这样给谢谢他这一些的一些付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在创业的时候，在股东这个事情上有第一个小小的 learning 啦幸好公司还没有做很大，如果会很大，可能就比较难去解决这个事情。也还好，对方是明白事理，对，也明白事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推 ending 啦，我是这样看。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 ，of course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在现金流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有业绩，不代表有钱。因为底商这个事情本来传统来讲都是很多客户都是不给钱先，你先做完了我再给你钱，而且设计师没有 deadline， 他可以做1年都做不完，所以它是一个无底洞。所以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在想做早秀，只要找到一单就很开心，但是不知道会拖1年，然后还收不到钱我觉得 cash flow 是一种我做了这么多年才开始认识到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除了在 sales 之外cash flow 是反而在第一位然后第三点的话，其实就是说那个坑，我觉得什么时候应该是去请更加多的人。以前不懂啦，年轻的时候觉得就是只要人越多，应该就好办事。人越多，公司应该就是公司越大就是越好的意思。相反，我看回来，如果有办法10个人创造过亿的生意，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厉害的公司。更有效益对，以前看的其实就觉得，公司很人多，很开心，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了，就很有那个归属感，还是那个成就感是以人头来算自己老板的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早期的一些，我觉得不是不好的一种想法会导致自己做出一些决定。像多尼刚才提到一个部分是在于那个 cash flow 部分，那么 COVID 的时候你们会受影响吗？ COVID 我们重创也蛮重的，因为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也接 sales 嘛，有一些公司 of course 他们会有 terms所以我们能够阻止的已经是那些新客户，我们不收付赔本就不开工，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 corporate 或者一些比较生手的还是会给 terms因为我们没有想过他会不给的嘛，但是没有想到他真的是疫情后他已经 bankruptcy 了，这个不是他不要还，但是没有办法还，所以那时候我们也的确有一些账是没有办法收回来的，所以那是也蛮伤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看一整个事情上面，就是说它是属于骨牌效应，我们是最后一片，尤其是好像我们做一些 tourism 的 traveling 的公司，他那人是倒着现在倒到完的，因为那2-3年他根本都没有 sales我们很多业务其实很多 agency 给我们拿，他们做 flyer 马达费这一种倒着下来就到我们这边。当然幸好我们今天做的是平台，不是做 agency。 平台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冲击两边的demand， traveling 下了，但是 education online 的时候蛮飙升的，开始很多人去做线上，我们就需要 digital 的一些 material那边 demand 又有线上来，因
因为我们掌控的是各式各类的设计师，我觉得那边还可以有一个缓冲剂。但是重创还是在那个 cash flow wise， 就是一些 collection 没有办法去拿得回来。所以我觉得在公司的一些比例上去拿捏，在如何给予一些公司的 terms， 还是需要去把关好。因为有些没有办法的 terms 是一定要给的，对于一些企业大企业来说。但是本身公司也有一些其他的 revenue stream， 它是有办法的持续性有 recurring income。这也是我们做平台，我们从 offline 起家到2020年，我们有做了众筹，拿一笔100万的现金去开始开发我们的 online portal 线上。所以其实线上我们就是为了去增加多一个 passive income recurring based 的，去来缓冲我们比较 diversify 的一个 revenue stream。Tony，你提到你们有众筹到100万之前，在2020的时候，那个这样其实众筹有怎样一个 pros and cons 吗？或者讲说你会建议创业者去做众筹吗？我觉得众筹这个事情，它是一种双面刃就是一把刀，这样看你怎么去用。我觉得众筹先讲它好的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众筹是一种它有办法去凝结你所有的粉丝跟相信你这个生意，或者相信你这个模式，相信你这个人，或者相信你这个 industry 的人，他也想有机会参与在里面，共同获益这个事情。因为市场上其实有蛮多可能打工一族，他们也打着工，也存了一些钱，但是他就是不敢出来创业，他很怕的，他有钱，但是他知道一创业，他很多东西还不太懂。越高层其实他是越怕的，他是有钱不懂要做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那时候 NFT 起 ，NFT 可以做吗？你现在敢不敢？现在直接辞职就跳进这个风口？你是不敢。好像现在开始讲 AI 有很多 AI agent、AI chatbot 这种，你敢不敢就辞职跳出来？你不敢。但是你有没有可能透过别人的双手，也让你可以赚到这个风口的钱？这是这个角度，就是说，你看到这创办人，他又做着你觉得可以投的这个领域在增长性的，这样你把你的钱投给他，让他来帮你打工，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他成功，这样你就成功了。当然，你的好处是你可以投10家，他们概念叫做可能你投了100家，99个死了，就只有1个上来。所以我觉得股权众筹它是一种让你有机会参与在不同风口，而且可以得到有像founder一样的利润只看你的 percentage 当然我也有透过股权众筹投资其他的公司，但我觉得就是纯粹我很投这个领域。有一些是我纯粹投资那个 founder， 我觉得他一定会成功。他现在做这个事情可能风口没有大，或者这个模式还不太对，但是我看他很认真，还在调整，我就投这个人，我相信他会成功。所以我只透过以后的成功，我现在先投，以后会有机会一起可以分润都有。所以众筹本身对投资者来讲，它是一个这样的角度。当然 for 我们 issue 就是我拿钱了，就是它其实是加速我要完成一些的梦想。举个例子，如果不是众筹，我透过我们现在模式，以前是 offline 的，我们 offline 其实就 demand supply 嘛，就是客户来找，我就看我的库存还有9个设计师咯，我有10个我就卖完就等咯。这样如果我把全马来西亚设计师都在我的旗下，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就找人很快了。像这个问题是我要请多少个人去记录所有的设计师？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很蠢的方法，以前我们纯粹就是把所有 portfolio 存在一个 folder 里面，跟注明那个 folder 的名字。LV 在安邦的做 graphic 的，做过 property line， 我们的 file 率是很长的，这是一个很蠢的方法，但是它 work。但是我们放到100个盒，我自己就乱了。我们的 Excel 这个人出租了，我就打一个 tick， 出租我拉到 Excel 的 limit， 你知道吗？我的底下都已经满了。所以这个是在 manual 的情况，我做小生意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要做大的话，有没有可能？这是那个问题。所以如果我要做系统，其实做平台 online 平台需要花多少钱？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搞笑的问题。以前我做一个网站，我觉得3000块都觉得很贵，但是我只是投入去做这系统，整个做完上来，我们现在合计在 development 上，我们已经花了接近1.5个 million。1.5个 million？ 对，你这么说就是一个网站吧，需要花这样多钱吧？所以我也是没有想过他真的花这样多钱的吧？我们有些客户看到一个 Uber 的 app， 早期的时候 Uber 推出来，很多人讲我要做 Uber， 他就来这边 quote 价钱，给我 quote 一个 Uber 多少钱？这个 app， 给我 quote 一个拉扎达的 app 多少钱？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在那个行业，你不陷进去，你真的不知道原来可以花这么多钱。平台这个事情，我们做众筹是因为我希望它可以更快的规模化。人手做不是不能，我可以慢慢做，赚到那笔钱了，我再开发 online 的平台。现在如果有人可以直接给我100万，我现在就能开发了，我现在就可以让更加多的设计师进来以前是很难的，现在我们每一天都有很 organic 的设计师都会加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对接了很多的学校，他们每个学生毕业，他们会自己上载这些 resume。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只有打造好了 online 这个事情，它才有办法变成这么规模化的来去推广。没有做这个，不是不能做，它生意会很小跟很慢，跟会不会有其他对手先做我觉得对艺术来讲，就是either我想做更快，做更大，或者是我怕我的对手比我超越我了我觉得众筹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是这样子看。当然不好处是说，当然也有人说股权众筹过后，他很多股东会很麻烦。股东其实也是很双面的，股东他可以是你的 supporter， 当然他也是给你的 killer 了，就看你招的时候的角度是怎么招我觉得因为股权是你的，一开始拥有权是你的，是你容许谁来成为你的股东。我觉得这个心态先摆正了。就今天我跟你讲，回报很高，去到10%，所以来的人全部都是很犀利眼的。哇，我就冲这个 dividend 来了但有一年你给不了 dividend， 他一定骂你的，这很正常，因为你 over promise 你要给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你给股权，你 promise 是要去做上市的当然上市你做到做不到，你至少要有交代，跟你真正在过程在执行。我觉得众筹就是一种信任它不好处就是第一点你要 handle 不一样的客户 ，handle 的好，他会是你的忠实粉丝，他可以帮你带来更加多的业绩我很多股东也会介绍生意给我们，他在里面做工，然后叫他老板用我们这也是一种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比较软势力的 marketing 的角度当然不好也有说可能在 bank 介入的时候，他有一点挑战，因为在比较传统的 facility 里面，他们很多内部的做 bank 里面的人不太懂什么是众筹，他一看哇，你的股东这么多，是不是每个人拿签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做教育，不过也有开始被改善了，我觉得是要时间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是我觉得是最致命伤。还有第三个是众筹期间，它需要非常 committed， 因为众筹它有点像是做一个大型的 marketing campaign， 只是你筹的不是客户，你筹的是股东，所以他通常会花1个2到3个月。你这个老板真的是很 full force 只做这一个事情，你做完了钱就到位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100万的 sales， 你要很 full force 在这3个月他会很夸张的，非常的 committed， 他有很多的路演，很多的众筹，他会有很多的 of course challenges 啦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support 你的人，我觉得那时候也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种氛围了。我也很开心，那时候我们有筹到206个 investor，超过一半是我不认识的。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做这门生意，你的努力其实很多人看到，而且我也很 surprise 有人完全不认识会投我几万块，原来他看着我长大的感觉，就我看着你做的，你是这样子来的，哇！所以也是蛮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做这个事业上面，有很多人很愿意 support 的。提到这点很好这是很好的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对于创业者来说，刚才你提到重要一点是在于，很多人觉得他去融资吧，可能你吸引怎样的投资者，不管他是众筹或者是传统的一个融资方案也好，如果你 promise 的是一个回酬，可能吸引来是比较注重回酬的人。如果你提倡的是你的理念，你坚持的东西是什么，你的 value 是什么，所以吸引来可能是在这个领域对这个领域有热忱的人，可能是你的 supporters， 可能他们是其他的 designer firm，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他们能够提供你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会是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不只是拿到钱，他其实在你拿完钱过后，他也会出力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事，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设计师，我就问他你这么投我他也我很多设计师其实也没有很多钱，所以你会投我，他讲我不懂我第一次投资我就觉得我在你这边做工，然后我这里投资我就做回老板，这样不就是我帮我自己打工感觉有点像这样多尼不好意思，我也是你的老板这样
对，就是投资，其实它没有太有一些是真的是讲 percentage，有一些纯粹就是我觉得这个领域它应该做得更好的我觉得这个领域需要有人支持的有一些 investor 真的是纯支持这领域，我希望这个领域可以变得更加好，它会有的，只是说by你理念就很看 founder 本身的人品你做这么久以来的影响力当然在众筹的时候，你 percentage 比率很高来分，一定很容易吸引到很多人，它会相对容易很多。但是如果你要透过你提倡 value， 你不会是突然间今天提，明天你就要做众筹，这肯定不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有人众筹会失败？为什么有人会众筹会成功为什么有些 project 表面非常好，但是它还是失败？所以它酝酿了很多是很看公司 founding team especially 在众筹的时候，either是老板的个人品牌做得非常好，又或者是公司品牌他做得非常好，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客户群。这种的客户群不只是他已经在用这，他也是觉得服务到你很好。我觉得这个公司真的是很靠谱，所以他也选择去投资我觉得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会来的更加的倍数的增长了。Tony，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点是非常好，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是想要 overnight， 就我今天有一个 idea， 我明天就去众筹。对其实很多人你在做事情你的态度你的理念市场是在关注着。他可能看到你做了2年，可能他没有投3年4年，刚好你有提出一个项目，提出一个机会了，让大家去支持你，那是最好的事情。大家不是 overnight 就突然来支持你，而是大家已经观察你做事情，已经认同了你，相信了，我看着你长大了，然后再来投，所以他真的不是 overnight 不是突然之间，就代表是创业者其实一直以来的做事态度就很重要。对，怎样去做事情，大家都在看着。对，还是有在看。当然，有人选择太过低调了，因为有些时候你还是要把一些 update 在一些 social media，让不一样圈子的人也看得到你。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重要的。像Tony刚才你提到在于做平台，很多人好像你说了，他可能会想，哎呀，今天我要做一个 Uber 平台或者做一个类似这样子，或者是类似 artist 是在其他领域平台。其实做平台有什么是外人看不到的挑战吗？他感觉上好像很容易，因为你不用没有成本嘛，感觉上那货又不是你买，又不用囤所以就是找两边的买家全部丢在一起，这样就是一个平台了。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2016年有非常多的平台诞生出来做那时候有高迪嘛这种啦，也蛮出名的然后只要是每个 industry 都会有自己的平台，做家疗的或者做宠物的，只要聚集一个 community， 它就是一个平台。对，但是它平台它难处是在于你要 handle 两边都是你的客户，应该是这样讲。它其实相对于只设好一边来的更加难，因为其实那个叫做 quality control 的事情。所以在做平台的时候，如果今天还有朋友要做平台，他当然要想清楚，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够资本去烧这个事情。当然你要学我这样从 offline 起家慢慢做起，它是 OK 的当然如果你的资本直接跑做 app 这种，那是另外一个玩法所以第一个基础框架，平台的它整体流程是不是很顺？因为每个人一进来一个新的 app， 我按进来不好用我就弹出去了，他就留不住了，你连 hello 问他原因的机会都没有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其实他们进来这平台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不然他会有一个错觉的时候，他教育成本是非常高，因为做平台它是很难教育的。就好像我们做设计师的，设计师平台有什么设计师？又很广，有室内的，你是做室内的吗？有网站的，然后有 animation 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当我很难去理解这平台要干嘛的时候，所以做平台第一个挑战就是到底你要把哪2群人对接起来，你一定要先分得清楚，你自己先设定出来就算设计有分高、中端、低端，到底你进的是哪一端这个因为那个市场就是你自己先决定也要的客户，那客户就会进来错的他就会 bounce back所以在做平台的时候，第一个你资本够不够，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学得很快的做还是很慢的做所以再来就是你有没有这个 network。 因为有些时候好像我做设计师，所以我出来做设计师平台，我大概理解设计师是怎么想，所以他会赚我吗？我给他这个价钱他会赚我吗？他赚了我过后会不会 bypass 我？他会不会跟他朋友介绍这个平台进来？所以
recruitment 它是一种挑战，拿了 recruitment 一大堆人在这边，那个叫够划分嘛？而且是不是1000个客户对1000个designer，他就 balance 了？他是未必的。1000个客户可能就只找前面10% 罢了，那后面90%的怎么办？对，它会有很多的连锁反应的事情会发生。这样你要选择 entertain 他们吗？还是没有理他们？对，都把这所有东西都给你做好了，然后你要决定你要赚谁的钱。赚客户的钱吗？还要赚设计师的钱？还是两边都不赚？我要赚第三方广告的钱。然后这样你觉得赚广告的钱够 support 你的 operation cost 吗？今天我们现在把底下的 portfolio 全部上载在那边，他们 unlimited store 纯 portfolio 也是 free 的，这样这个 hosting fee 是谁给钱？所以它有很多的衍生成本，它就会开始会以前没有想到的，它会慢慢加进去。对，做一个平台其实就是最好的，就是如果只是很小白，你有很多的 network， 你觉得这两边的人你都有办法去 convince 到，因为有人做 community 是很厉害的。如果你这群人，你觉得你的资源就是人脉我觉得 yes， 你可以尝试，过后先从一个很基本的开始，先选一群人。好像我早期就是以设计师出租开始，我只租 graphic designer， 没有了我那时候找产品就很简单，只要你是 graphic designer， 你可以一天一天给我租出去的，你就把 portfolio send 给我，你又可以接受这个价钱的你只要 fulfill， 你就是我要的会员。客户也是一样，我先 set 定那个规矩，我不会让他们自己来，所以我 set 了，大家跟着我跑，适合的就进来，不适合的就走，大概是这样。但是做多了，你就可以尝试更加多的不同的玩法。至少平台其实讲到最后就是那个规矩是我们讲的，当然你 set 错规矩，两边就会怪怪的。对，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本身之前就是已经是做 designer， 对，所以你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你知道痛点是什么，对，你也知道市场大概是怎样的 rate 对，你知道他可以接受什么条件对，就你了解了，再从小一个 niche 就 graphic design 就开始，慢慢的去做，这个很好。我就需要从一个切口开始，不然它太多可能性对，因为很多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最好是从一个小开始，然后先赚到一点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做设计师出租算是无本生意的，因为我也没有请 in house 就是自己的人力时间了。其实那一盆生意我是可以一个人做完的，其实我就每天在接电话罢了，但是很累了，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请人请团队。我请了团队开始发现 communication 会 break down， 因为我懂个设计师他不懂，我的 Excel file 他看不懂，所以才需要去到做平台做系统来去规模化所有 standardize 所有的事情。那多尼有两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 designer 这一方的痛点，这个你还非常了解另外一方是在于 business， 他们想要找怎样 designer 这一方的痛点，市场的痛点。所以讲到这个痛点，其实很多 business 他们要再去做品牌、做营销的时候，需要找人才，其实是很头痛因为你要找一个有 sense 的人，又能知道你要想什么的人其实是很难。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些 business 其实还是回归刚才第一句就是找人要在够多选择下来找这是第一个条件啦。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现在客户要开始要学会懂自己要什么，跟自己缺什么。因为就是其实找东西你需要有一个目标才有办法去找了，不然你这样子看你都不懂哪一个好我觉得很多时候客户觉得感觉上请了设计师什么东西都不用烦，其实这样才是最烦的。找东西其实就是我发现我现在我缺这个，我就像一个网站罢了。如果平常我看我 competitor 或者其他 reference， 我觉得这个很美，我就 print screen 下来。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你至少要自己很理清自己要什么样的东西，你再去找人，你会比较有一个方向去找。当然，你而且没有概念的话，你也是可以让一些专业来 propose 你，就看你现在的阶段是怎么样所以通常你越清楚知道什么，整个 matching 的过程会更加的快，跟它的错误率不会太高。所以其实遇到厉害的设计师，他会问你很多的问题，他会问到你其实你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问原来是这样，然后他就做一个 logo 给你。他觉得他 charge 你很贵，可能会有个设计师 charge 你很便宜，他什么都没有问你你讲换 logo 他就换一 logo 给你但幸运的话绑中的话这样可能是美的啦绑不中的话美不美这个也是很主观的。
我们有试过，我们看设计师设计一个 logo 给客户，我们全公司的人觉得 option B 是最美的，客户选了 option A 的。所以美这个事情，是看它的定位。我们有客户专找没有 sensor 设计师的，哎，这个我也是很 surprise。那时候我看我那客户，你周末要找一些没有 sensor， 他讲这个设计师这样设计出来的感觉比较便宜一点，因为他卖的东西是便宜货。哦我，OK，OK，也对，也对哦，也对，所以他没有对错。有一些设计师画的，好像你看Tim Getty 这种比较 Hong Kong style， 我的乱七八糟这样的设计，你觉得可以套用在你的身上吗？你的公司可能未必的，他的形象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对错，所以只是说你要知道自己公司你是卖便宜货的，卖高端的，你自己要懂，至少设计师问你的时候你要懂，你讲得出来。你卖给谁的？马来西亚全部有人的，有冲凉的都是卖的，他也是很难设计给你的。所以老板本身你要懂自己，设计师只是一个助力来帮助你体现出来给这个市场，你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没有办法全部是怪罪设计师的，但除非让你请一些比较厉害的，他可以帮你 guide 你，然后教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品牌形象这些。就看你缺什么，我们才补什么上来。那么多你创业到现在有大概10年了嘛，对吧？有什么东西是你创业头5年不知道，后面的5年才领悟到的呢？创业10年，很多人说，可能第1年一半的创业家已经不在了，就转行了，多3年内可能只剩下10%。我现在已经做了10年，所以现在你看回去这5年，我觉得做创业家更加需要有一份责任感吧。所以我觉得那个责任，它很多时候不只是对客户这个事情，当然客户给钱我买我的服务，我的责任就是要 deliver 好。如果是设计师，就是设计的服务。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角度，我也有听到一个 mentor， 那时有给我提醒我，其实如果你公司没有持续的成长，其实你是浪费着社会资源。他说，就说你的员工也是跟你一起打拼，因为你的梦想一起进来。但是如果公司没有成长，其实他们的 ceiling 就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触也蛮大的。所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对，我过得好不好，其实不太重要。但是我过不好，我的员工一定也不会过得好。所以愿意在这个 moment， 在公司最辛苦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愿意相信你，一起去打拼。因为新创是一种可能每个月都不一样的，它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我现在看回去，每天在转变，每天新的情况也没有 SOP 的，可能有些东西也突发情况，但是你就要硬扛。所以我觉得责任这个事情是越做越多年，责任是越来越多。对客户的交代，对员工本身，我也要 make sure 他们能够过得更好，然后也要股权众筹购，也要对股东的一个责任。他也是因为相信，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创办人这个事情，它最难的就是当你敢把第一个梦讲出来过后，除了你自己相信，你让更多人都相信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实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每一天的努力不再只是为了自己了，它真的是会有重重的难关，但是我觉得它也不可以变成一种burden的压力我觉得那想法一跑偏的时候，它会很压力的。我跟这么多人交代我觉得交代这个也是一个框锁，每天想我跟这个交代，跟这个交代，这样你就不用做了。所以我觉得我把所有的股东也好，老板也好，客户也好，去支持我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都相信这个是能做，也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所以你讲这5年嘛，就是我学会就是take out 这样的责任，也要懂得释怀下来我觉得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前5年我觉得那只有一个冲字吧也没有时间想这么多，就是冲，来什么做什么，看还可以发掘到什么样的机会。我觉得现在5年比较看回去，比较停回下来，到底看回其实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已经是很多很多的机会了，已经是一种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不然大家都是一团乱，到底要去哪里我觉得这是这5年跟这两个5年的差别在了。就你讲的一点，我就觉得是非常好是你怎样看事情的角度。刚才说责任是一个
一个 neutral 的一个词嘛。所以如果你把它讲说，大家都本着你去做事情，把那个压力放在你身上，或者讲说，哎，你做到怎样，你要去交代。如果是这个角度一看的话，它就是一个痛苦了。如果你把它当成是大家把希望放在你身上，是支持你去做事情，大家在背后推动着你，哎，这样你的动力就可以前进。所以看事情的角度真的是差一点点就差了很多。对，它可以影响很多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内心他会去翻倍的。你觉得一个人讨厌你，你会想到全世界都在讨厌你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内耗。所谓内耗就是一种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创业家，他内耗是很恐怖的，因为你就是整个企业的那个 engine 那个头。如果你自己停下来，后面的人极有火，他都会慢慢灭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开始离开，有些人发现，哎，怎么好像公司文化跟以前不一样，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就怪怪的。我觉得创办人本身他正面的一个思考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对，challenge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 challenge 每天都会有的，只是说这个事情一发生过后，我用什么心态去应对这个事情。哇，资金链就要断了，我知道要断了。所以这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就想办法了。Instead of focus on problem, focus on solution。对，就还有什么办法，就讨论吧。情绪一定会有了，因为当公司有股东有 co-founder， 大家都会很 stress 的只是说大家都 stress 的时候，作为 founder 的一定是要那唯一一个让他们知道还有机会的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自己的方法也没有了，虽然我也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需要让团队有这一个的信心。我觉得 founder 是整间公司最后一个草。如果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相信自己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很黑暗的了。这个很好。Tony，这样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个人的啦。现在的 artist 平台是你一开始 day one 想象的样子吗？完全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对，不一样的画面。因为前面5年但是我讲我前面5年就是冲，其实是有什么机会我们就冲什么机会。我做事情跟我以前打工那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我就 all in 了，我是不会留着以前的东西了，就往那方向跑。所以artist来到今天，我觉得是超出我原本想象的空间。以前我就是出租就租多一点人了，就这样。我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去到18,000多个马来西亚设计师都在这个里面，而且他们也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也有一些设计师是我创办了平台后，他们在这边拿到其他的机会，他再来 feedback 我们知道，我觉得我们创造了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带动起来的不同的可能性的发生。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起跳点。对你讲，现在我没有预计是来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只是做了一个开头。所以当然我也是学着到底它是不是往着我们的一个方向去，但它有很多的裂变，这个我控制不到。只是说我心里还是在想，我就希望这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设计师平台，很引以为傲。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很好的设计师，这个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我也就认识那几个设计师。虽然我是读设计的，其实我设计师朋友大概也是在那边，我就觉得设计这个事情没有得做了，因为每个人就靠圈子嘛，那圈子没有，大家都很惨，就是很惨的。但是我做 artist 平台过后，我发现，他们那种很厉害的设计师全部上传的作品，哇，原来有些人是做着 Hollywood 的 project， 有人是做着其他大的 project。原来这个很大的品牌是这个设计师做的。我会发现，原来设计圈子其实是很大的，只是以前大家都很 offline， 自己做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机会去别人agency敲门给我看一下你的东西，你怎样做。所以反而做了平台过后，让大家更加线上化的时候，我看到马来西亚设计师是很强大的。以前只有国外的一些平台都是国外的设计师，那马来西亚的呢，就它有个低调反正我就发现，原来是这么厉害，而且现在我们也开始去向往其他国家让其他国家的公司来 outsource 用马来西亚的设计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下一个 phase 想要去做推广的一个事情。就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也发现了背后更大的意义。对。那么Tony，在你创业路上，你有经历过怎样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低谷吗？挫折其实就在我们那一次有资金链要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年？差不多 MCO 的过后的那个阶段就开始很多一些不同的烂账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蛮 sad 的，因为这个没有想象过会这么快跟连锁反应嘛。我们以前也没有什么接 bank loan 这种的 practice， 对，所以那时候也不懂还有什么方法，因为也没有经历过，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资金的 cash flow 很紧，这样还要不接新的客户呢？那新的客户要 terms 哦，你要 sales 还是要 cash flow？ 拿到 sales 他又没给我钱哦，但是我要出钱给设计师哦，所以那是蛮刀的，就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然后团队那时候我们也overhead也蛮多人，我们最高峰有接近去到20出，对，所以团队也要在做事情的哦，这样是不是要裁员呢？还是不要裁员呢？所以那时候是蛮纠结的，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不在控制范围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会怀疑自己吗？对，就是不会来到这一步，这一步过后我还可以讲翻盘回来，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句那个想法，就是我今天再糟糕，我都不会比我当初第一天创业来的难。如果回想起我当年这样创业出来，我就傻的，定位又不懂，business model 又不懂，钱又没有，认识的人又不多，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我都敢出来创业。我觉得那个时候才叫真的是勇字。现在我懂这么多人，我这么多客户，这么多股东，这么多 resources， 我什么都有的时候，一定会有方法。以前是一手烂牌打好，现在有牌，至少手上有一些好牌。对，看下只要讲打，只是说每个打都会有 pro and con， 所以越想就越内耗，它就会很难。那个时候是怎样走出来呢？所以那当然很幸运，那时候我们也刚刚好有些 bank loan approve 到，这是很刚好，所以整体的timing，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学会就是说，真的好 well manage 自己的一些 cash flow 跟一些 customer 的我也有开始 filtering customer 了，就是有一些哪一个客户我们真的要做的，哪一个是真的是不做的，至少懂得开始 say no， 这个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下面40%讲做是看我们上面 management 讲决定，上面没有就 OK 咯，你就拖咯，先做这些咯，因为一做我们是很恐怖的，客户没有收钱，我们要出设计师的钱，他是 double charge， 所以他是那个 cash flow 是转得很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也让我们学会找 sales goal 很重要 ，cash flow 也要 monitor 去抓紧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早期第一年做 agency 的时候也是死在 cash flow 这个事情，只是那个 rolling 没有这么大，这一次更大了，这样我也幸运这一次也发生过，至少我们也知道 bank 是怎样去 evaluate 这事情，那难免在以后我做更大的时候，怎样可以接到过million的 loan， 那审核如果那时候 cash flow 来了会更加危险。我觉得有些 learning curve 是越早发生是越好，是好事啊，是好事来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创业来说，如果你看到没有 Simon Sinek 有一本书叫 The Infinite Games，就是创业其实你的对手当然市场上有一些不同的竞争对手，但很多时候你的对手是你自己，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stay in the game，就如果你自己你过不了那一关，你就就出局哦，出局你就没有机会翻盘了。如果比如 cash flow 就是一大环节，让你能够 stay in the game， 能够继续 survive 下去，就有机会东山再起。所以 cash flow 真的是很重要一件。对，真的，因为我觉得模式永远可以再改，趋势也会在变，所以 cash flow 也让我们有这个时间等到那一天。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那么多内容看回去了，你觉得在整个创业的发展过程中，你做过最关键、影响最大的决定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就是真的是我把整个 agency 转去平台，因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agency 讲的就是把客户吃下来，然后处理好，就 handle 好给客户。平台是借用大家双向有的能力跟需求去做 matching 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当初没有做好这个事情，我应该回去打工了吧。如果那个时候你知道做这个平台需要150万，你还会做吗？哇，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好。可能他会让我想清楚一点。的确，你刚才讲这个问题我就想回去，有些时候我们懂太多会不会是一个好事？反正懂太多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有更加多的一个顾虑，但就也是看讲想啦。你大概懂你还需要多少，你才来去追那个目标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提早让我知道有一点5个million去做好这整个事情，
当然我只会看到底我众筹需要众筹多少了，或者是我要自己赚钱，可能一年赚500千，我要等3年了去做到那个事情我觉得那时候我做的果断是蛮重要，真的是整个公司一次过转，就开始不做。你有没有一些习惯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吗？乐观算习惯了，其实也是一种习惯。这个是我的房东讲，哇，你不紧张了吗？因为我不紧张，反而弄得他更紧张了。这个是好事如果你自己一直都保持紧张的话，这样你很难去做决定很难去做判断。对，因为我觉得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了。对，就是说有些事，这个体验我也是蛮深，就是在我们以前做设计吧，见到一个大的客户自己就很开心，但是你没有想到最后这客户是很难搞，到最后做2年都做不完，还收不回钱，这样这个客户是好事吧？所以有些时候我就想，有些我觉得是好事，现在是好事，以后未必是好事的。所以现在的坏事，我觉得至少这样经历一轮，我可能以后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很严重的。坏事发生的早，又是好事来的。对，当然只要有 cash flow， 你要等到。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观点上面所以乐观是我这么久以来，我觉得让我支撑我走这么久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它不可以过度乐观啦，我觉得就是founder也要在这个过程里去有去learning，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还是要以乐观的心态去看这个事情。多尼，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对年轻人重要的一些思维吗？我觉得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你有梦想才有动力。只是说你怎样去 achieve 到这个梦想呢？它是其实会有很多方法，所以我觉得趁年轻，你们应该是要多接触不一样的人群，除了同一圈子之外，因为你只有接触不一样的圈子、不一样的 resources， 你才懂原来有更加多的方法我觉得你在创业前，如果你给我多一次机会的话啦，我可能不会自己创业先，我会去做其他的 startup， 因为他就在经历着那个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创业会死，是因为他在 learning， 他 make the mistake， 但是他花了很多钱跟时间。今天如果你有机会跟着一个老板，但是错的 mistake 是他花钱他的时间的话，其实你也是学了那个 learning 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见证一个老板，他从 new startup ideation stage 然后开始做 fundraising、seed round、A round， 整个过程你陪他走到完，你真的是跟创业没有差别的。分分钟你还拿到 share， 可能到最后你也不必要创业了分分钟either way 都是好的。对，它either way都是好的对，因为我觉得创业本身它的代价也非常的大，因为创业它有太多的未定数，所以它可能你会破产的，因为个人因为生意不好，影响最直接就是老板，尤其在 startup， 很多时候你还要做几 personal guarantor 的他的 worst situation 会去到那样，当然好，他也可以去到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讲打一份工嘛，其实你多惨就是跳槽罢了。就是在那一边。但是如果你讲要尝试新业务，你跟老板去 propose， 老板会愿意给你吗？如果老板他也要 explore 那个 industry， 你可以当做用创业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成功，你再想要出来创业，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那个提高了那创业成功率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风险外上，你创业会成功会失败吗？就你看你已经懂多少东西。你已经懂现金流要这样子看，你已经懂客户 acquisition 是这样子做，你会懂 CAC， 你会基础的 marketing， 你该懂的都要懂。我觉得做老板的，你该懂都应该全部你都要懂你可以不专只是说你就可以大大把那个创业失败的风险降得更加的一个低。因为其实很多正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计划着接下来2-3年他要创业，或者刚刚要创业。可是如果他们在创业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公司上班他能够 always 抱着创业者的心态去上班去打工的话，其实你会做的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然后当然如果你接触的老板是正在 startup 的阶段的话，你可以学得更多咯。But 那一个抱着创业者思维去打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对，他角度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在想，如果你今天出来创业，你还缺什么呢？其实
我讲找客户呢？你现在就看你老板讲找客户咯。哦，你还会问到很多对的问题。对，我还可能会问老板可以带我去吗？他讲跟饭桌跟老板谈生意啊，因为他真的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功力真的是不一样，他会必要传授给你的。啊，如果你今天跳出来自己创业，你真的是靠自己个人魅力跟自己创来的经验，它有非常大的差别的。我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我做了这个平台过后，其实我以前做design agency会失败是应该的。我今天做了平台过后，我就有跟一些art director出去见客户，我看他们讲 presentation， 我就知道自己落差有多大。你没有看过其他的讲 present， 原来是这样子做 pitching 的。哦，如果我当年还继续这样做，我包死了。所以其实你站在别人的资源上，别人的角度，跟着去学习，它是一个最快的方法，而且你还有工钱。哇，这个也是重要。对，你存资本，然后在别人实践中去看过整个流程啊，你缺 marketing， 你就去试那个事情，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整合了。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其实你出来创业的风险其实大概在那边了，只是说你可以把它做到多大，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因为我有收听上一集Mr. Chan 的那个podcast， 就是说梦想有多大。所以我觉得梦想这个事情不一定每个人一定要非常大。早期2016年的时候，大家鼓吹都是做 unicorn 的啊，感觉上你不做 unicorn 应该就是没意思了，创业都没意思，没有梦想。对，就是没梦想了。我觉得是不是一定只有做 unicorn 你才可以去创业？这是终极目标啊！所以其实去到 unicorn 的压力真的是也不一样。如果你的梦想就只是做到1000万。然后你的生活水准可以被调整，然后你的员工每个月月入过万，至少过万，我觉得那会不会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呢？其实你员工可能也没有想要去那边百万富翁还是什么，他其实也是希望到那一边或者更好一点。这样这个是不是大家想要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一个 path，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过山车的，他只要一直有在上就好，也是可以。所以我觉得梦想这个事情自己决定吧。可能我现在梦想纯粹就是做一个，我现在就是想要做一个1000万级的公司，这样我就是1000万级了。这样到时候我如果想要做更大的，这样可能我那时心态有点不一样所以自己决定好自己要的步伐。有人可以走很快，有人会走很慢慢也没有错的所以我还有对那个理论就是第一年50% 的公司会倒掉，其实倒掉也是好的有些时候早点跳船换新的项目，对那 founder 可能也是个好事所以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做选择负责任我只可以这样说继续走就继续走得好，早点跳也不外乎是一个好事，至少你是你自己选择我要跳，而不是被架到没有得选了，你只好跳，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一样。Tony，我们来聊另外一个不同的话题了。你觉得以 AI 现在的发展趋势来说，接下来几年会对创业的人才带来怎样一个挑战呢？我觉得 AI 先讲在 designer 的角度，我觉得那边人才会再翻洗一轮。以前大家应该就是用工具，其实 designer 有2种吧，一种就是很厉害用工具的，做比较简单的，另外一种就是做久了有经验能够给 consultation， 就2种客户咯。所以现在 AI 比较大部分它去解决了下面比较低层的，变成以量取胜的，用速度型的。以前有些设计师是很速度很快的他慢慢在解决这一块的事情。所以我只可以讲，设计师本身他们被必须要 upgrade 一轮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有在的，因为本身公司就一定会有 design marketing department， 只是说他要用哪一个设计师，跟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差别在这里。他要请 in-house 还是要 outsource， 我觉得决定还是一样，只是说他找的 designer 他需要懂的东西不一样吧。所以他现在已经有客户跟我们讲了，我要这个 designer 会用 AI 的，他其实也不懂 AI 是什么，他就讲我要那 designer 会用 AI 的他觉得那个 designer 用 AI 会比较快一点。就好像以前有人讲我要那个 designer 用 Canva 的，我讲为什么呢？因为他改那个 file 他可以改因为设计师改那个 Photoshop 他改不到嘛OK， 所以他差别只是说我要一个懂 AI 的他觉得产量会比较快所以在客户角度他也没有错，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的嘛，这个很快的，这个其实还不懂，要熟悉那个工具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 AI 的工具还没有 commercialize， 还是一个 concept base 还有很多 manual 需要调整。所以我觉得设计师本身他们就开始很多在 adapt 着。我们也有看到很多设计公司他们开始有一些环节可以加速的，它就 AI 但是还是有人为的把控，需要最后 QC 的还是人为的影响啦。所以我觉得至少普遍上在我们 social media 你在看的时候，整体的素质好像会变得更好。我觉得是好事啦，大家的 sense 会更好一点，美感上因为以前第一轮 config 是 Canva。Canva 来了，很多designer会死。其实讲到最后 ，Canva 出来，那客户用下，很美都变得很丑了，因为它是 sense 的问题designer 其实是把控 sense， 但是现在 AI 来了，它 sense 就有，对，所以它其实就变成那个内容，其实为什么用这张图，这个就很重要。所以 in the future 它会同质化也会很多，只是说对 designer 好来讲 ，designer 可以 handle 更加多的客户。我觉得发现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前 designer 就靠2只手。他可能接2、3个客户就满了，现在有 AI 的辅助之下，他可以接4、5、6个客户我觉得那是一个好事，让一个designer能够产能更加的有效应因为我们做平台，就我觉得是还好，平台角度就是看我要配对哪一个设计师。如果现在只要客户一天没有不见掉，就永远都有这个需求。只是说今天要找的是哪一个设计师，一个懂 AI 的设计师吗？还是他懂 Canva 的设计师，还是懂哪一种细节上的设计师？我们就帮忙配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对于尤其是 designer 或者是创意或者各方面各行各业，可能他们就不应该要 focus 在于效率，因为效率、速度这些东西会被取代，它在比较低的层次。可能 focus 更多在于去抓到市场的可能定位可能是在于 identity 一些更多的想法，比如在 design 方面的想法，是你能够去 consult QC 你的客户。如果只是在 fight 效率好像你说一双手嘛可以做样子，有 AI 大家也做样子， but 同时你也没有在 upgrade 着你的想法，你的 level 是能够做 consult 的那一关的。但是这个就是看每个个人的环境，也不是每个人有这个能力做到consultant。你看一下设计师，一个刚毕业的跟一个做了20年的，可能客户会选刚毕业的，因为比赛不是一种经验累积做久就是厉害的一种领域，它价钱可能还便宜过刚毕业的，所以设计领域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你每天只是做 adaptation， 每天做设计 banner， 你做20年还是设计 banner， 你是没有办法去 consult 客户的角度。所以我觉得有 AI 的工具，但是就是走 consultant 这条路线的，他一定是有大量接触 business 的人，了解怎样做一个公司，他的考量是什么，他需要参这种圈子去理解老板想什么，这是一条路。在效率这一块的，有些设计师的确会有瓶颈，他没有办法的，他的 asset 也突破不到，他也没有办法 stand like a boss， 他没有办法的，他只有拼效率，这样他就要尽快懂 AI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速他的效率，让他在效率上还是第一名的，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这种 adaptation 的，就好像他只可以更便宜，因为他产能更多，以前顶多收50块，现在10块也可以做。他也还是可以做的，还是可以做，还是有这需求的，只是我用 AI 来做。他其实我有看过很普通的设计师，他的收入是很高的，他真的是我看了那底下真的不怎么样，但是他就是应该给很高了，因为他做完这种，还要再顺便做完 printing， 因为这是很低层的客户群，他就有这种属性，他是做服务性质我觉得就看大家要拼的那条方向是在哪里这样大家才有不同的出口。每个人拼consultant的话就很满了确实。那么Tony，我们就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大环境来说了，接下来2、3年有什么市场的一些空缺，是你认为maybe 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去留意的呢？ OK， 我觉得现在来讲呢，年轻人想要创业，当然就看裤袋有没有钱先啦。如果没钱呢，就先考量以 digital base 来去思考，因为创业的路真的是你一开始就很难停的如果你要好的开始，可能先想一些比较 light asset 的digital base 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考虑。然后当然现在 AI 讲是风口，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可以去 explore 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很多大企业是没有时间去 explore所以如果你现在是用这些 learning time 继续 explore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只要你能够
在 AI 这个事情 ，for example 最近很 hot AI agent 到底它如何去 implement 得到如果你去 study，你真的有办法去做，然后找一些企业来配合，反正你是时间成本，你帮他配合，你真的是解决得到他的问题，帮他省了多少钱多少时间，那就是你的成功立案了。你从这边再来去拿这个 case study 去找其他客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容易，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属于大家都懂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实行的事情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每个人懂 AI 很久了的，只是每个人公司每个职位都很忙的。我自己的本分，我不会无端端去 study AI 的东西老板真的买个 AI 工具下来，那个人也未必会用的。要 study 是要 learning curve 很多很多小细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你在找市场上本来都已经有了，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你又能够处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角度进场。如果不要以重资产的角度看因为其他的F&B 那种，因为我就不在这个领域，我就不太熟悉了。这个确实是很好，因为前几年可能看在企业马来西亚啦，企业正在 digitalization 嘛，就是正在数字化嘛。而接下来几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是 AI 的 adaptation，所以如果能在这一个 adaptation 的过程上去扮演某个角色 ，agents 也好，或者是consultation 也好，或者是 implementation 也好，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 gap 可以去切入了。对，因为你已经不用教育市场，市场已经被教育了，它很重要。他知道了，对，他已经知道了的，只是他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可能他预算也是有了，但是他也不知道找谁，因为这个东西一动全身的他感觉上会很复杂，还是找人家来帮他动啊。对他不卖，就是你帮我动一动，他可以切一个小块出来，让你是 test run， 万一成功了，成功他就可以另外讲了所以现在开始很多人开始投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它是一种很好的开始，因为反正你也是要从零开始，不如从这个开始。我们这种已经有东西在跑着，每天都在忙着了，很难很 focus 去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 AI 也是一直在更新，以前不能的，现在又能了所以这个以为很好了，又有更好的了，所以我连 study 还没有来得及 study 完，这工具那个就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时间成本如果你能够做好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 light asset 的开始所以这个 podcast 听到最后的听众大家应该可以 get 到多尼最近很忙没有时间 study 有兴趣可以私底下联系一下那么最后啦，多尼，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迷茫的阶段他还不确定接下来的路要怎样走，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因为选择太少吧，就是我根本不懂前面还有什么路有一种人是路太多不懂怎样选，有一种是看见前面可能你是在那个环境下面，你的圈子都一样，他们也没有路，大家也没有一个好的代表让你觉得有希望，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可以跳出来去参加不一样的社群是一种创业比赛是一种，因为我觉得最近从我那一年开始，很多政府都有开始很多一些 incubator program 你只要有一个梦想就好，你就过来，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去结交到一些跟你一样有梦想的人，他也想改变现在的人到底会不会你的比赛会做成我不懂，但是至少你开始有不一样的圈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只要开始圈子不一样了，你的朋友有一点不一样了，你讲的话题会开始有一点不一样，至少你本来不相信的东西别人做到了，你开始会相信我觉得从圈子开始吧然后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知道的时候不要停止我是跟你讲，迷茫的时候最怕就是内耗，不要继续在想哇早知以前可以这样就好没有早知的啦，再想来想去你还是一样的所以开始尝试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去报名一些自己本来没有报名过的事情如果在 business 的角度啦但有兴趣是兴趣版的那种是自己接触，如果想要在自己 career pathwise 要找到贵人的，我觉得参加一些创业圈，我觉得那是蛮好的我有看过很多创业圈，也有参加了过后他帮那个老板打工也有的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不是 interview 的角度跟那个老板去配合，而且是像是伙伴这样子，然后发现你真的是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的层面的关系了。所以呢，就是 for 年轻人，我觉得现在第一步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还迷茫，那第一步就是踩出现在自己的舒适圈嘛。就是去 apply 一些不一样圈子，可以是商会，它可以是incubator programs whatever 或者你人生中你觉得有哪一位是你很仰慕的对象，你很想成为他的人生，你就敢去 text 他。其实很多人很多前辈啦，他是很愿意分享，你愿意找他，他会愿意花这时间给你。我也是因为这样子遇到很多很多的贵人，你自己要先开口，不然没有人会帮你。